真聊天群。我，宋书航，一个江南大学的普通学子。一个寻常的下午，因为感冒了，请假在宿舍休息。这电影一点也看不进去。药效还没过去吗？好困啊！啊，谁加我？当时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瞬间之后，我的人生将不再普通。黄山君，谁啊？这种奇怪的昵称，同学，还拉我入群？好困啊！黄山真君加了位新道友进来吗？已经有1年多没加新人了吧？有新道友，道友是华夏哪个区的？在哪个洞休息啊？大号呢？修为极品了。新道友性别是仙子否？是的话报个3围2个罩呗。三郎兄，你果然是属金鱼的吗？你可别又作死，万一黄山真君又加了位大前辈进来怎么办？跪求不要提大前辈几个字，本座心里有阴影。这群幸灾乐祸的家伙，必让本座晕上你们，否则一定要让你们尝尝本座72路快刀的厉害。什么时候单挑啊？狂刀三浪，他修为精深，五品灵皇后期境界，72路刀法又快又狠，身法快如闪电，狂起来时连自己都怕。But 打不过阿七。新道友不出声？我看了下啊，新道友叫书山压力大，有听过叫这道号的高手吗？这道号听起来有些像是儒门的行者，真让人期待。这些年儒门的行者隐居得很深，找都找不到。我已经有近100年没打过他们了。回想起来，儒门的行者比佛门还要打得爽，不仅嘴皮子厉害，拳头也够硬，而且打到兴致时还会豪迈吟诗助兴，倍儿爽，最喜欢打他们了。阿七，我说你对新道友的期待永远只有好不好打以及打得爽不爽吗？会不会又是个不会用聊天工具的大前辈？对呀，我记得差不多4年前，似乎也有一位闭关了100多年后出关的前辈，因为不会打字，也没有发言哦。然后我们这里有个叫狂刀三浪的家伙，很开心的在这位前辈面前口花花，又要这位前辈报3围，又要他发照片，又要语音聊天。最后听说这位美丽的前辈折腾了狂刀三浪整整1年零4个月，才心满意足的离开。1年零4个月哦。药师书房。这2个县在哪儿啊？喝王黄山黄山。他加了人后就马上下线了。听说他家那只宝贝大妖犬又负气离家出走了，黄山真君又去追了。应付那宝贝大妖犬可不容易，现在真君肯定忙得很，能上线加人都是难得抽空。那只能等新道友学会聊天工具后再聊了。记得刚才有人加我群了吧？好像叫9周1号群来着。哟，这群还挺活跃的，看看他们都聊了些什么。我去，这群里的人不是一般的中二啊，是一群具有华夏特色的仙侠超级中二病人。我喜欢。不过这个黄山真君到底是谁啊？我，宋书航，一个江南大学的普通学子。这个下午以后，不再普通。都说人不中二枉少年，而我，那些曾经年少时的武侠梦、超人梦、仙人梦，却早已放下。虽说我自己不再做梦，但看着其他人做着各式各样的梦，却也觉得很有趣味。虽然不晓得那个加我的黄山真君是谁，但那个中二群我一直没退。真的会有大叔看这个看到吓哭吗？感觉好无聊啊，还是睡觉吧。姑姑，让我们红尘作伴，一起潇潇洒洒。好的，航儿。对，
还有你，雕兄。是的，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真君，昨天你家的那叫书山压力大的是谁啊？昨天家的人，你们没和他交流吗？那是本尊一位老友在这个时代生的女儿，好像资质不错，年纪轻轻，已经是3品后天巅峰，马上就要步入4品先天了，很了不得呢。这个时代才出生，那年龄估计不到40，这个年龄就已经是3品后天巅峰，的确是个天才。不过书山压力大，怎么看都感觉不像是道号啊。咦，本尊老友女儿的道号不叫书山压力大呀。话说，这书山压力大是毛玩意儿？真君，您不会是加错人了吧？带本尊看看，让本尊来查一查。哎呦，还真加错了，号码就差1位数，本尊将8输成9了，没想到竟会犯下这种大错。我就说呢，就算再怎么融入现代社会，也不会有人将自己的道号定为书山压力大呀。哟，新道友是仙子呢，2个招报个3围呗，漂亮的话约不约呀？由于时间不早，所以老夫女儿已经按时打坐练功了。她的号码暂时是老夫在挂机，等着黄山道友加群。早就听说九州群中3浪道友风流倜傥，能说会道，百闻不如一见。3浪道友，老夫欣赏你，改天请你喝酒。小心妹子，去上老爹。各位道友，麻烦大家以后多多照顾老夫的女儿，老夫先忙去了。嘿嘿，还好，看样子这位前辈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说不定到时候有机会可以和雨柔子姑娘本人聊聊。自求多福。不作死就不会死，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3浪兄永远都不会懂？你看看新人道号前缀，前缀灵蝶岛。是的，灵蝶岛，再加上是位前辈，你就没想到是谁吗？灵蝶岛，灵蝶岛，灵蝶尊者，7品尊者，正直侠义，真真计较，真真计较啊！天哪，是那个真真计较灵蝶尊者吧？哇，我可没这么提醒你啊。3浪啊，我那老友只是挂机，但还没下线啊。我完全可以预见不久后将会发生的画面。Oh no！ 我错了，真君，请帮我求情啊！真君，那个书山压力大要怎么解决？要踢掉吗？毕竟只是普通人，不太好参加我们之间的聊天。既然被本尊误加了，那也算是一种缘分吧。踢人，人是我家的，说踢就踢，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待我算上一卦。自学习卦术以来，还第一次起卦这么有感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比翼鸟你妹，连理枝你妹啊！还愿为连理枝，本尊还不如自挂东南枝去啊！这肯定是本尊卦术修为不够，毕竟才学了1个月，所以本尊应该再算一卦。是的，肯定是这样。这次卦术秘法运转超级顺畅，绝对中了。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哼，本尊真不信邪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本尊果然没有卦术方面的天赋啊，天生不是做卦师的料啊，所以本尊算出来的卦象肯定都是错误的。那书山压力大，先留着吧。本尊刚才算了一卦，发现他和本尊有缘，会加他入群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之后会怎样，就看他自己的造化吧。那便留着吧，反正估计不久后他自己也会退群吧。话说真君卦象结果是什么？那啥，你们继续聊，我有急事先下了。我怎么感觉病情还越来越严重了呀？是不是因为缺少锻炼，身体素质变差了？看看昨晚都聊了些什么。原来是加错人了呀！
这个 QQ 群还不是谁都能进的样子。这甚至连女儿都有了。唉，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中二。等到哪一天我感觉这群没意思了，就会退出这9周1号群。不知不觉加入这个群已经10多天了。好无聊啊！群里大部分都在聊着到哪个秘境闯荡收获多少。看看群里的聊天记录，又或者哪里出现妖魔鬼怪，要么降服，要么斩杀，讲的都跟真的似的。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改良了个基础单方。啊，这药师原来也可以一次打这么多字啊！经过这几天的观察，我基本摸清了群里活动的几个人：北河散人，深度中二，经常在线，情报达人；狂刀三浪，深度中二，经常在线，做的一手好死；苏轼27，经常在线，打架狂人；药师，深度中二，经常在线，惜字如金；云游僧，通玄和尚，一直潜水，只发表情和标点符号，闭口修禅，不能说话，不能打字；灵蝶岛雨柔子，正常人；灵蝶仙尊之女，经常在线，妹子。简化版淬体液单方，人参3两，枸杞子4两3钱，朝露玄草1两，阳起石3两，女儿香1两。有意思，搜一下。朝露玄草，这都是些什么药啊？有30种都是补气血之类的普通中药，但还有15种听都没听过。什么朝露玄草、霸王枝、赤炎竹，该不会是这位药师和群里的人妄想出来的东西吧？这些家伙的病太深了，连药方都搞出来了，不会真的有人弄出来乱吃吧？药不能乱吃啊！配方很不错，我刚同时试了7炉，很轻松就全成功了，成功率是极高。补充一下，最重要的是炼制方法难度大大降低，甚至可以交给炼药学徒炼制。谢前辈，我努力。阿雷，竟然已经有人炼制服用那淬体液了！不行，是药3分毒，说不定这淬体液啥的是慢性毒药，短时间内不死人，时间长了要人命咋办？抄好药单，过2星期回家就悄悄问问表姐吧。等我。希望期间群里的仙侠资深迷们不要挂掉。华夏某处，灵蝶岛。趁老爹出门，总算逃出来了。这次一定要抓住那个灵鬼。仙霸王枝，9阳赤竹切片。书豪妈妈，你看这孩子不知从哪儿弄来药方，一定病得不轻，快送去医院！小叔叔，居然做个梦。看来问表姐药方的时候，千万不要提那些奇怪的药名。我真的是为那群仙侠中二病操碎了心呐！一会儿要不要出去活动一下？最近太缺乏锻炼了，还是先爽2把再说吧。周末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啊，转眼就到中午了，还说出去活动一下的。又这么多聊天记录了，开机看一眼，关机再看一眼，心情美好一整天。药师兄，你的炼丹水平真是没话说，改版的淬体液我试着炼了10炉，竟然都能成功8炉，药效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好。可惜这淬体液只对初入修行者有效，对我这个散人用处不大，但是对于像大罗教愉悦真君和其他几位徒子徒孙很多的前辈用处就大了。等雨蝶前辈他们收到这个丹方后，就欠了药师兄你一个大人情了。倒是忘记了，通玄大师你手底下也养了一群小和尚，药师兄看样子欠你人情的人又多了个。修炼闭口禅真是蛋疼，只能聊天群里发发标点和表情。还好当初没被那个大和尚忽悠去当小沙弥。雨柔子仙子，雨柔子仙子在的话，务必回应一下本座呀！我错了。
哟，三郎道友，这几天都没上线，跑哪儿闭关去了？闭个鸟的关呐！3年前啊，灵蝶尊者大前辈来看望本座，又在本座家住了3天，然后你们懂的呀。仙子，你总算出来了。本座有个不情之请，务必将你家那个烈女情节严重的老爹带回家吧，浪某跪了呀！呵呵，老夫烈女情节严重。等下，好像不对的样子。啊，老夫就是灵蝶尊者在让他女儿的账号。啊！对了，三郎兄，雨柔子姑娘估计正在练新版淬体液吧？所以雨柔子姑娘短时间内是不会上线的。唉，每次看都觉得心情愉悦啊。不过看这10多天的聊天记录，感觉群里的人不太像中二病患者。他们的语言中透露出来的内容太过真实，简直不像是妄想出来的。难道我看他们聊天记录看多了，自己都被他们同化了？当年大侠梦、武侠梦、超人梦，只要一想起来就感觉好羞耻啊！好想死，想忘掉，想忘掉呀！所以绝对不要被圈里的家伙同化呀！关掉，吃饭去吧。阿七，你家有一位后辈渡劫结束了吗？怎么都没个响声？正准备渡呢，再过几个时辰就要开始了。在哪渡劫呢？要不要帮忙？在 H 市的一处郊区渡劫。放心吧，我家26天赋超群，区3品后天晋级雷劫，只是小意思，洒水就能度过。你们呢，就等着我家26晋级4品先天，然后找机会挑战你们吧。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26这小家伙天赋的确不错，3品后天雷劫应该难不住这小家伙。H 市不就是紧邻着江南区的小城吗？说起来，我们大学城就是属于江南区紧挨着的 H 市和 G 市的地段。在 H 市渡劫的话，这里能不能看到啊？我白痴啊！群里人说的话，我竟然当成真的了不成？还渡雷劫呢？这天气万里无云，阳光明媚，不可能会有雷雨的吧？再说，现在的天气预报还是很精准的，至少未来3天内的天气，说晴天就不会有雷阵暴雨的。趁着天气好，吃饭后去书店吧。26，他快来了。我知道，阿七，我准备好了。都说一个人的名字很重要，人如其名，我叫宋书豪，所以我很喜欢看书，尤其喜欢到租书店蹭书。我倒不是想省这几个租书的钱，而是感觉蹲在租书店的书架角落看书时倍儿爽。蹭书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差不多可以回去了。待会儿在超市带点干粮回去当夜宵，晚上可以通宵大战。今天太阳好大，已经有盛夏的感觉了呀。老板娘，惯例。好了，2天内记得还回来，多1天就加1块钱租金。哎呀妈呀，晴天霹雳啊！吓死宝宝了！看样子可能要下阵雨了。唉，都说天气预报不靠谱，预报晴天就一定要带伞啊。还是趁着阵雨还没开始下，先赶回宿舍吧。是不是有人作孽被雷劈呀？哟，这得做多大孽啊！被雷劈？巴拉马里轰！四方八面听号令！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我要这满天乌云消散无影无踪。这种似曾相识的即视感。哇！
我把云赶跑了。哦，不是吧？这什么情况？难道刚才那爆破般的雷鸣和满天雷蛇都是幻听、幻觉？妈妈，我是仙人。仙人？刚刚的雷电好像就是 H 市方向的，难道群里说的是真的？我是小孩子吗？居然有这种想法？什么渡劫、仙人，我肯定是被群里的人感染了呀！啥子仙人？你这个瓜娃子！虽然聊天记录看着很欢乐，可时间久了会被同化的。等表姐确认药方不会毒死人后，就退群吧。如果有毒，一定劝一下，不管他们听不听，起码做到问心无愧。现在一定要相信科学，拒绝迷信。那雷云只是诡异的自然现象，绝非雷劫啥的。如果可以的话，真不希望在网上询问这问题。雅姐，假设如果上方药材全部放入药锅中炖煮，做成药糊，煮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吃死人啊？有空的话，请帮我检验一下。毕竟有些事情当面说的话，就不会产生误会。但如果那些中二群友等不及，要真吃死2个怎么办？说起来，要被群里人同化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啊！虽然看聊天记录时很欢乐，但是还是早点退群比较好。阿七，渡劫结束了吧？小石榴晋级了吧？雷劫不会出事了吧？应该不会吧，有阿七在呢。区区3品后天雷劫，若是有问题，他都可以强行打散的。你们先不急，等本仙师算上一卦，便知结果。也好，看样子这叫同卦仙师的家伙扮演的是算卦之流的仙师吗？哈哈，没事儿，本仙师算出的结果是上上签，大吉大利。苏轼阿七和他的后辈绝对没事儿，我们就等着小石榴过来挑战大家吧。上签，那应该能安心点了吧？大吉大利的卦，哼，看样子小石榴真的出问题了，所以阿七才没有上线。有没有人在 H 市附近的？过去看看阿七是否需要帮助。卦仙既然算出了大吉大利，那就真的是出事了。但我离 H 市很远，就算想赶过去，也得好几天呢。哎，鱼儿子仙子，你有所不知啊，仙师这家伙算的卦从来就没有中过。他若是算出大吉大利的话，那你最好快速准备，因为你绝必要大祸临头了。还有这种设定啊？哎，对了，鱼儿子仙子，能问问你父亲什么时候回家吗？他已经在本作家做客很久了，难道他就不想家吗？不想可爱漂亮的女儿吗？好的，前辈，我有空替前辈问下阿爹。有空是什么时候？竟然敷衍我！所有人有潜水的在 H 市的吗？不在。H 市，我在的江南区倒是挨着 H 市，但我又不认识他。最重要的是，我的脑子还是清醒着的。我准备前往 J 市处理点事儿，到时候会先乘飞机到江南机场，再转 J 市。江南区临近 H 市，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可以随时联系我。虽然我对 H 市不熟，但是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尽力的。那真是太好了。经过江南区，群里这姑娘要到这里来。我想办法联系阿七，有需要帮助的话，我联系雨柔子你。北河，你别太过于担心，有阿七在场，别说是3品后天雷劫，就算是4品先天雷劫，也奈何不了他。说的也是，其实本来我不担心的，毕竟只是区3品后天雷劫，只是同卦仙师那大吉大利的上卦，让我一下子就提心吊胆了。北河，你这是什么意思？简直欺人那个太甚！下个月圆之夜，紫禁之巅，敢不敢来？好啊，我还怕你这个假卦失了不成？不过下个月圆夜我可没空，不如时间定在3个月后，如何？还有，到时候我怎么找你？毕竟你的身份太多了，你要换个马甲站在我面前，我都不认识你。你不仅精通卦术，易容术也极为了得，定是以前算错卦得罪人练就的本事。不激一激你，跑了如何？ 3个月就3个月，
到时候你只管到紫禁之巅等着，我找你。你那可恨的脸蛋化成灰，我都能认出你。那就这样说定了。看样子北河，你需要一场战斗做引子，好一口气突破吧。到时候我要是有空，就去给你们主持决斗，顺便给你俩准备点小礼物。真君真是体恤我心，黄山真君可是老前辈了，他准备的东西肯定不是小礼物那么简单。真君这么一说，我到时候就不晾着北河了。本来还想让北河先待在紫禁之巅吃半夜冷风。混蛋呐！这家伙不愧是算卦玩弄人心的，心真脏。